我来，这老六我真的服了。谁 TM 的上厕所安装落地窗？变态啊！外南副本，豪华游轮欢迎乘坐世界号。本游轮目的地东原岛，乘船时间为3天。各位参加毕业旅行的乘客们，尽情享受时光吧。通关条件：顺利抵达东原岛。规则1：本游轮共有168个客房，所有客房装潢统一，2人间和4人间皆配备独立卫浴。规则2：请善待你的舍友，与他们建立和谐友好的同居关系。规则3：餐厅在1楼，开放时间为中午12点30分至2点，晚上5点30分至7点。规则4：烤肉的时候加点孜然更美味哦。规则5：游戏是在2楼，无聊的时候可以上去玩一把，不会让你失望的。规则6：游轮没有负1楼，如果发现1楼向下的楼梯，那是你的幻觉，请立刻掉头离开。规则7：船员身穿蓝色制服，餐厅服务员穿红色制服。规则8：船员是男的，服务员是女的，如果发现第3性别，不可能发现的。规则9：晚上10点以后不要到甲板上吹风。规则10：请不要随意调戏海鸥，游轮不允许携带任何宠物。规则11：如果发现跑跳的鸡鸭，请联系最近的船员解决。洗手间内，苏渊博露一只手抵着下巴，表面是聚精会神盯着手里的规则，但其实心里是在想这个变态落地安落地窗，简直给我一个变态还要变态！我是喜欢追求刺激，没有头盔，不管了，就3天的时间，大不了去洗澡。从洗手间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像酒店一样的标间。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上，侧躺着一个男生，双手举着屏幕在眼前，大杀四方的。请尽情吩咐妲己。听到动静后，男生头也没抬。喂，新来的，帮我把行李箱的洗漱用品拿出来，我要洗澡。哪里？说是帮忙，语气十分的不好，带着命令的口吻。你自己怎么不拿？规则2：请善待你的舍友，与他们建立和谐友好的同居关系。刚进入怪谈，苏露决定尽量遵守规则，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存活够3天，顺利抵达东原岛，只是最基本的通关要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寻求游轮背后的真相，破解谜题，才能获得高分评价。苏露决定提升一下自己在规则怪谈的游戏难度，以高分评价为最终目标。叫你拿就拿，墨迹什么呢？床上，男生不耐烦地开口，边说边操纵游戏界面。来到浴室门口，男生放下手机，突然朝身后的苏露抛了个媚眼，声音娘娘，记得给人家送进来哦。TM 忍不了了，片刻后，一把漆飞的菜刀插进男生的左眼，顺利挖下来后又插进了右眼，让你眼睛抽筋，不好好看人，让你大白天洗澡，知道错了吗？男生想了半天也没明白，洗澡和时间有什么关系？难道只有晚上才有资格洗澡吗？什么怪癖好？但他已经知晓苏露的厉害，不敢惹怒对方，只能顺着话回答。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看你，不该大白天洗澡。一番发泄过后，掉出的肉又自动融合在一起，飞回了男生脸上，是个杀不死的怪物。而男生对于这一切表现得习以为常，此情此景，丝毫没觉得能有什么问题。苏露想起了规则2，凑近询问：“你说我们现在关系好吗？”好个屁！男生心说，转头就看到了苏露手里的菜刀和一张威胁人的帅脸。那是相当好，和我女朋友的关系也没你这个室友好。直播间看到这一幕的伦国民众全都沉默。过了一会儿，国家公布的资料上说，苏露的精神没问题，是吧？苏露，男，21岁，京大学生，闲暇时间爱好跑酷、蹦极，智商情商极高，口才了得，能文能武，没问题啊。苏露精神是有些问题，但谁也不想不承认。直播间内，观众也在绞尽脑汁地为苏露狡辩。我知道了，苏露大佬是故意的，他想借此试探一下舍友的身份，还有规则2的对错。一定是这样的，别看苏露大佬面上云淡风轻，实则心里肯定害怕极了。苏露大佬真棒，为了龙国，小小的年纪承受了不该有的恐惧。顿时，直播间哭声一片，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苏露大佬辛苦了。苏露大佬你真棒。这群人的滤镜已经厚到有足球场那么宽了，和苏露遭遇的情况差不多。其他天选者也碰到了一个颐指气使的事，不过他们自知没有对战诡异的实力，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乖乖的帮舍友拿出洗漱用品，被迫观赏了一场长针眼的露天幕，那滋味真是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一次。樱花国选中者小坂善太郎和其他国家选中者稍微不同的是，他的舍友是个身材曼妙的女生，所以当女生娇羞的朝他抛了个媚，小坂善太郎二话没说，屁颠屁颠的抱着一大堆洗漱用品跑了过去。露天、透明、沐浴这些词放在一起，足够引起人的遐想。等樱花国政府反应过来，发去提示消息的时候，
已经迟了。小坂正太郎和诡异进入到同一个浴室。樱花国、足球国、奥利国6个国家的选中者被诡异吞噬，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卧槽！才刚开局就有6个国家的选中者被诡异淘汰，太快了！我懂了，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幸好我们国家天选者室友是个男的。苏露从房间内出来，准备先去1楼的餐厅看看。客房在3楼，从这里走过去需要穿过长长的楼道，楼道两旁是一间紧挨的房间，上面写着房间号。苏露走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游轮真的特别大，如果不小心发生灾难，逃生也要耗费一段时间。忽然，从右前方344的房间内走出一个戴帽子的瘦高男生，他一眼看到了苏露，身旁的菜狗一溜烟小跑了过来。菜狗不明所以，张开4肢，对着来人一顿龇牙咧嘴。苏露摸了摸菜狗的脑袋，身下动物立马安静了下来，开始伸出舌头舔手手。不好意思，吓到你了，这是我的宠物。作为菜狗的主人，苏露真诚道歉。大多数时候，在不发疯的情况下，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有点温柔。然而，帽子男生像是没有听到道歉声一样，眼睛快速的在走廊里四处扫描，在确定没人之后，紧张兮兮的说：“快，把它藏起来！这艘游轮不允许有动物，不，你也要藏起来！快跑！”好香啊！帽子男生像是没有听到道歉声一样，眼睛快速的在走廊里四处扫描，在确定没人之后，紧张兮兮的说：“快，把它藏起来！这艘游轮不允许有动物，不，你也要藏起来！”为什么？菜狗作为宠物，规则上明确写了不能带着，藏起来情有可原。他一个大活人，为什么要藏起来？不藏起来你会。帽子男生嘴巴蠕动，在要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身后响起个声音：“2位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悄无声音地站在那里。瞬间，帽子男生像是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快速转身朝楼梯尽头的方向跑了，只剩下苏露一个人待在原地。先生，游轮上不允许带宠物哦。上船之前你们怎么不说？带都带来了。船员愣了一下，显然他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既然不允许带宠物，苏露又是怎么上的船呢？一时间陷入了沉思。苏露大摇大摆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要去寻找刚刚戴帽子的男生。直觉告诉他，对方手里有重要的线索，可惜被船员耽搁了，已经不见人影了。苏露来到1楼，这里很大，装修豪华，烧烤、火锅、海鲜，各种昂贵的菜品不要钱搬，一盘一盘的摆放在桌台上，竟然是个极其丰盛的自助。餐厅内没人，安静的可怕，墙上时钟指向12点1刻。苏露暂时没动那些食物，找了个地方坐下，默默观察着钟表。卧槽，这么多好吃的，看得我都饿了。好多珍贵食材，平时见都没见过。苏露大佬，快替我尝尝帝王蟹，我要吃帝王蟹。楼上几个怪谈里的东西也敢随便吃，不要命了！没看到苏露大佬坐在那不动。最新消息，阿三国的选中者已经开动了。众人闻言立即切换屏幕，纷纷涌入到阿三国的直播间。选中者阿奇姆正大口吞咽着手中的食物，他不用餐具，只拿手，随意去抓盘子里的大鱼大肉。随着吃进去的食物越来越多，阿奇姆的身上发生了诡异的变化，瞳孔颜色越来越暗。不过这一变化太过细微，一时间没有多少人看出来。好恶心，食物被他用手这么一抓，顿时不想吃了。阿三国最失败的吃播表演者。龙国直播间15分钟很快过去了，当钟表上的分针停到数字6的时候，周围一切发生了变化。原先寂静的餐厅开始人声鼎沸，座椅上、走廊上凭空涌现出一大批的顾客，不少学生聚在一起，吵吵闹闹，讨论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以及畅想未来，显得朝气十足。菜狗高兴地摇起了尾巴，这货刚刚时间没到的时候，看见食物凑上去闻了闻，像是见到了毒药，立马躲远远的。此刻却是撒了欢的朝食物跑去，对于桌上的东西毫不客气，一口一盘的开始炫。苏露若有所思，拿起片最近的面包塞进嘴里，在餐厅里边走边看。几个学生围在同一个炉子前烤肉，泛着血丝的不知名肥肉切块被放在烤盘里，烤得滋滋作响，外表令人作呕，完全没有食欲。苏露皱眉，她最讨厌吃肥肉了，也不知道一般人是这么吃进这玩意的。苏露注意到之前楼道里戴帽子的那名学生在吃完烤肉之后，脸上露出呆呆傻傻的表情。苏露顿感不妙，也顾不得在场有服务员的情况了，急忙询问：“同学，刚刚在楼道的时候，你想跟我说什么？”帽子同学抬起头，呆滞的神色已经变为正常，打量了苏露一眼：“什么楼道？我们刚刚见过吗？”帽子男生明显是被同化了，还招呼苏露和他一块儿。嘿嘿嘿，你也赶紧吃，味道特别棒。龙国怪谈局，林国标看向一个精通唇语的专家：“刚刚楼道里他想说什么？”这个帽子男生应该在提醒苏露不躲起来可能会死。听闻这句话，
在场的众人纷纷皱起了眉头。不躲起来会死，可是躲，游轮这么大，该躲到什么地方呢？林国标把这条消息记下，等会儿搜集完其他天选者的动态，一起发给苏露。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身在其中的苏露或许能够明白。与苏露不同的是，其他几个国家部分天选者没有经得住食物诱惑，选择了加入同学们一起烤肉。其中又属阿三国那位吃得最欢。一道冰冷的机械声响彻在众人耳朵边。阿三国、蒙国、简朴国3个国家的选中者被诡异污染，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有敏锐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这次播报的声音里，诡异吞噬变成了污染2字，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很快，他们看到那几个被污染的国家直播间里没有第一时间黑屏，天选者们在吃完加了料的烧烤后，瞳孔、眼白逐渐变得漆黑，身上散发出诡异的气息。嘿嘿，真好吃。而很快，这些人的身影又陆陆续续出现在了其他直播间，成为学生里的一份子。卧槽，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各个国家进入的诡异世界是可以连通的？天选者被同化了，成为里面的一员。怪谈世界，苏露在几番询问无果之后，无奈走出了餐厅。临走时，抓了一盒烧烤料放进口袋里。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小山般的障碍物，拦住了去路。正是自己那位胖墩室友。喂，新来的，把那堆东西拿着，陪我到甲板上吹吹风。小胖墩指着角落里的一堆杂物，有折叠躺椅、遮阳镜等等，东西太多，一看就不太好搬。你叫我搬？苏露疑惑地眨了眨眼睛，这货多少有点记吃不记打呀。废什么话，老子叫你搬就搬。提我的，我本不想动粗。哗啦一声，小胖墩的头飞了出去，一把菜刀扎在了舍友的心脏上。苏露脚踩小胖墩肚子，记住，我这人最不喜欢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地上的人影身体逐渐干枯，在彻底死亡之后，面部发生了变化，脸颊膨起，肤色加深。外国人，苏露脑袋里打出个问号，摸不着头脑。同时，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我操，这不是阿三国那位被同化的天选者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伪装成苏露室友的模样，是要做哪样？不确定，已经嘎了，再去其他直播间看看。日落国，巴特从自助餐厅出来，他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幸亏我机智，没有吃刚刚的烤肉。面前一个人影挡住了去路。喂，新来的，把那堆东西拿着，陪我到甲板上吹吹风。巴特看着角落里一堆重物，明显超过自身负荷，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没有勇气说出反抗的话，老老实实过去帮忙。2人来到游轮外的甲板，站在上面眺目远望，海面辽阔，海浪拍打着礁石，波涛汹涌，一片宁静。巴特的心情跟着有丝丝放松。自从进入规则怪谈，虽然不到1天的时间，他的心态却一直都是紧绷的。几只雪白色的海鸥从天际飞来，自主围绕着巴特身边旋转，纯洁漂亮。在日落帝国，海鸥象征着希望、美好。巴特下意识伸出手臂呼应，在这一刻，他似乎忘记了纸张上的某句话：规则时，请不要随意调戏海鸥。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落在巴特胳膊上的海鸥露出了猩红色的眸子，与巴特四目相对。什么纯洁？失去器官的巴特疼得跌坐在地上，浑身奄奄一息。他想不明白，自己只是放松了几秒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在众人感慨万分，认为巴特要顶着一副残缺的身体回房间时，甲板发生了异动，沿着靠近船舱的方向，凭空出现道楼梯，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男团员爬了上去。他的手上拿着一个黑色项圈，项圈最中间挂着金属号牌443。男船员把号牌戴在巴特脖子上，他自顾自说道：“又来一个，谁说不是呢？”男船员拖着巴特的身体，如同拖着一件废品，走进了楼梯。日落帝国选中者巴特被诡异污染，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巴特也太倒霉了，一共就3个人，为什么要分我们一个？日落帝国的民众义愤填膺，显然刚刚发生的事情叫他们无法接受，因为遇上假室友这件事明显是随机的。很不幸，随机到了他们头上。可恶的巴特，连个轮国人都不如。他们刚刚可是眼睁睁看着苏露如何一步步把诡异干掉，摆脱了这次危机。相比于苏露，巴特整体的表现只能用窝囊2个字来形容了。这导致日落帝国的民众在失败的同时，心里还憋着一口气，无上无下。龙国怪谈局观察员忍不住发言：规则里不是说没有负1楼，现在出现了。这么看来，规则6是错误的。可到底怎么出现的？那个号牌是什么意思？众人面面相觑，提出各种疑问。最终，林国标做出了决定：汇总一下，把消息发给苏露。怪谈世界在外界讨论的热火朝天时，苏露已经回到了游轮3头。他先来到帽子男孩的房间门，敲了会儿，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应该是吃饭还没有回来。没办法，苏露选择回到自己的房间。门把手转动的瞬间，听到了一阵歌声：噜啦噜啦噜啦啦！
我爱洗澡香喷喷，前凸后翘都要洗到。只见刚刚杀掉的舍友穿着一件粉色睡衣，在试衣镜前跳舞，边欣赏自己的舞姿边唱歌，大概是没想到会有人来。室友露出惊恐的表情，结结巴巴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了？谁能告诉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刚好这时，苏露察觉到脑海里微动，传来了怪谈局发来的信息：污染、同化，来到别的天选者世界。苏露眉头皱起，刚刚开门的那一刻，他有猜测面前的舍友和1楼遇到的不是同一个人，以为是规则怪谈岛的鬼，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其他国家失败的选中者，这就有意思了。看来整个怪谈世界还有许多自己未发掘的秘密需要探索。苏露站在原地思考，落在胖墩的眼里就是在考虑怎么修理的。他害怕的咽了咽口水。那个，我刚刚真的没有在洗澡。苏露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没去吃饭？胖墩眼里闪过一抹心虚。没有，我留在房间内做了一些喜欢的事情。他摸了摸自己的粉红睡衣，这个喜欢的事情指的是什么？不言而喻。1楼的自助餐厅，就连部分天选者在明知规则的前提下，都要冒着风险去炫几口，而眼前这个小胖墩却能忍住。规则8，船员是男的，服务员是女的。如果发现第3性别，不可能发现的。或许规则8第3性别指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乘客。苏露觉得有可能，比如规则8说的是第3性别，却又在前面加了服务员和船员的性别，让人误以为后面说的话也是针对工作人员。哼，不入流的小把戏而已。苏露抬起头，迎着舍友战战兢兢的目光，夸奖了一句：“你这身挺性感。”他想到一个词，苏露是个变态，喜欢追求刺激。说实话，他还挺欣赏胖墩这种不顾他人眼光，勇于做自己的人才。虽然你马叉虫，但是你自信啊！真的，你真的这样认为？胖子惊了，短暂的感慨过后，竟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了起来。呜，从来都没有人理解过我，他们都说……哼！苏露亮出菜刀，一句话一个耳朵。胖墩立马闭了嘴。就在苏露思考下一步要干嘛的时候，房间门被敲响了。舍友娇羞的躲在了苏露身后，门口站着的是上午碰见提醒苏露不准带宠物的船员。这位同学，原则上游轮是不能带宠物的。你 TM 个诡异，说话还挺有艺术。苏露无语，以他的经验，一般话里面带上原则2个字，接下来必定要不遵守原则了。果然，船员继续说道：“为了照顾您这种情况，我们特意给您的宠物申请了一个身份牌，带上它可以继续留在船上。”苏露接过金属项圈，上面赫然标着444的数字。此时的直播间，卧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刚刚巴特带的443，苏露这里是444，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思密达，巴特已经死了。龙国的观众，你们好运就要到头了。闭嘴，少在这儿多嘴，有这个空还是管管自家的天选者吧。泡菜国这次的天选者是个妹子，制服衬衫加超短裙，看其样子应该和游轮上的人身份一样，都是学生。自打进入到怪谈世界之后，这名叫秀珠的女生表现得特别乖巧，除了按时按点吃饭，其余时间内都待在房间里。这样的性格放在现实世界里应当还算不错，可这里是危险重重的规则怪谈，听话的人反而死得最快。苏露将金属牌子收起来，开玩笑，444，这么不吉利的数字，我才不会让自家的狗佩戴。菜狗隐身。随着一声令下，面前的黄色大狗消失在原地不见。作为一只诞生于诡异世界的生物，菜狗身上的本事不少，隐身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技能而已。室友张大了嘴巴，指着那片空气。你，既然能隐身，你还带着他家溜达什么？苏露看着原地蹦跶的室友，有意思。这家伙不仅知道餐厅里的食物不能随便吃，还知道不允许携带宠物。这条选中者才有机会了解的规则。能隐身，还带着溜达呀？要不怎么能探查出这么多秘密？苏露说的理所当然，成功的看到对方额头上出现3根不存在的黑线。从房间出来，苏露再次来到344号门口。戴帽子男生的住所，你不是不在吗？出去浪了。那我就等你回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苏露如愿见到了自己要的。戴帽子男生步伐机械性的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掏出兜里的房卡，滴滴，刷卡成功，请进。苏露拍了拍他的肩膀，帽子男生转过身来，从进入楼道到打开房门，这么长的时间，像是才发现一直蹲在门口的苏露。你好，同学，有什么事吗？我们上午才见过的，你忘了吗？帽子男生听闻，站在原地不动了，面上出现一丝迷茫。有吗？他好像确实忘记了许多事，不记得就算了，我不怪你，只要你把上午答应送我的东西给我就行了。说着，苏露一个闪身，在男孩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从侧边进入了房间。他刚刚尝试过各种方法，包括不限于打，甚至是用上个副本留下的菜刀切割门，最后发现只有本人刷卡才能顺利进来。什么东西？不知道。苏露不理会他的疑问，开始在房间内一件件翻找，床单、柜子通通没有放过。
最后在一件卫衣的帽子里找到张皱巴巴的纸币。苏露拿着纸币走向门口，准备开门出去。帽子男生在一旁全程看着没有阻止。找到了吗？谢谢你。帽子男生露出个笑容，不客气，希望对你能有帮助。他虽然不记得上游轮之前发生过什么，但是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模糊的声音告诉他要等一个人。现在这个人他等到了。帽子男生说完这句话，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重新沦为呆呆傻傻的模样。苏露仔细观察他的面庞，瞳孔漆黑，眼里最后一点光芒也消失了。这次他是真的完全忘记了，沦为了这船上和其他乘客一样的 NPC 了。这艘游轮看似豪华，一共几百号人的存在，但仔细看他们的行动轨迹，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刻意。刻意吃饭，刻意玩耍，在规定的时间突然出现，然后消失。一切的一切都被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操纵着。这个操纵者应该就是此次怪谈解开一切谜题的幕后黑手。放心吧，我会帮你们解脱的。苏露对着蒙头机械性收拾床铺的男生默默说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给对方一个承诺。此刻的直播间，我哭了。帽子男孩好温柔。虽然这个人是苏露大佬，但是如果有个陌生人假借着找东西的名义进房间乱翻，我会毫不犹豫给他的大笔兜。呜呜，苏露大佬，你可一定要找出真相，狠狠地惩罚凶手，为帽子男生报仇。从帽子男生房间出来，苏露打开5毛钱纸币，上面用黑色炭笔密密麻麻写着几行小字：哦耶，毕业旅行我来了，蓝天白鱼海面大鸟，还有我暗恋的小红。邮轮票一张要8888，而我数完了高中3年攒下的所有零花钱，只有4444。该怎么办？有办法了，我不该贪图便宜，买下这张半价的邮轮票。一切的一切从上船开始全都变得不对劲。当广播声响起那一刻，所有人像是被操纵了一般，开始齐齐念诵悼词。广播声，苏露眼里泛起一丝迷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副本介绍里说现在就是上船的第一天。从早上到现在，苏露一直待在游轮上，哪来的广播声？难道说这些 NPC 乘客其实都是循环出现在游轮上的？纸币记录的广播声是之后2天发生的事情。按压住心头的疑惑，苏露继续往下看，尤其是小红，几次和他打招呼竟然变得不认识我，怪异，太怪异了。看着他们日复一日的行为，我逐渐慌了。不管了，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到下船的时候找大人们帮忙。苏露皱眉，最后这句话倒是和上午碰见男生时对方嘴里说的一样。不过很显然他失败了，遇事一味的藏起来是不对的，否则男生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在明知道有问题的情况下还进入餐厅里吃饭。苏露来回翻看着钱币，试图从上面再查看出一些多余的信息。手上的东西无火自燃了起来，眨眼间碎成了粉末。苏露没来得及细看，一股强烈的窥视感从背后传来，他急忙转过身去。楼道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难道是错觉？苏露摇了摇头，四处看了几眼，在确定没有人之后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同时心里越发的警惕。毛线错觉就是有人在偷窥，他被盯上了，有意思，真是有意思。等老子抓到你，第一时间让你尝尝菜刀的滋味。从帽子男生房间出去，苏露来到1楼甲板上，逐目远眺，海面上升起一大片雾，没有海鸥，更没有地下1楼。苏露有点后悔，早知道就不杀那个冒牌货了，假意跟着来瞧瞧，说不定能发现一些不知道的东西。时间很快来到晚上，这一夜苏露一直睡得不太安稳。我操！哥哥，再玩一下嘛。每隔2个小时就要下楼去查看一下甲板上有没有出现负1楼。他还想直接睡在甲板上，不过游轮有些不稳，有掉下去的风险，遂放弃了这个不正常的想法。奇怪的是，窥视感在晚上就消失了。难道盯上他的那个人不诡异也需要睡觉？搞不清状况。最后一趟查看完，确认楼梯不会出现后，苏露重新回到房间睡下。另一张床上的室友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询问：又干嘛去了？苏露瞄了他一眼：睡你的觉，其他少管。一觉到天亮，金色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房间内众人的屁股上。苏露将被子捂过头顶，继续睡觉。亲爱的乘客们，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声音抑扬顿挫，采用标准的播音腔，似乎是怕有人假装听不见。苏露悲催地发现，喇叭就安装在床头柜上，每一句特别提神醒脑。太阳公公微微笑，请所有乘客8点半之前务必到达2楼参加活动。请所有乘客8点半之前务必到达2楼参加活动。众所周知，广播的本质是复读机。在连续 N 次的夺命连环扣之后，苏露不得不从床上爬了起来。直播间，笑死我了！你们看苏露大佬那个表情，比吞了苍蝇还难看。很喜欢早起，有种魂飞魄散的感觉。谁发明的早上好？到底是谁在好？乌兰国元首，这广播来了，着实有点诡异。
我们要不要提醒选中者不要出去？乌兰国的首领思索了一会儿，先问道：“苏鲁出去了吗？”已经出去了。哦，那不用提醒，跟着苏鲁走就行。手下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说的有道理。苏鲁都走了，他们留在原地，妥妥的等死吗？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陆续的发生。有几个小国的天选者自作聪明，在广播声响起以后，待在房间里不动。他们还记得上次越国的阮中佩因为残疾，一路在床上躺平到了最后，认为这个副本也一样，与其奋发图强，不如缩在房间里不动，等待他。可惜这个算盘很快便落空了。8点半的时间一到，海面上升起股大雾，雾气蔓延进房间内，整个3楼逐渐被吞噬。越国、兰卡国4个国家的选中者被诡异吞噬，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时，9、8、7、6。越国的阮中佩以半植物人之躯，在经历过第一个完整的副本之后，好运终究没有一直眷顾到他，生命走到了尽头。越国人民感慨之余，并不意外，在这个副本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诡异随时降临的准备。反倒是跟风的其他3个国家倒了血霉。苏露来到2楼大厅最中央，用霓虹灯写了游戏是3个字。推开门的一瞬间，像是进入了新的世界。金碧辉煌的大厅，密密麻麻的赌桌，无数乘客置于其中，人声鼎沸。有叼着雪茄在桌边一掷千金的富二代，将衣服裁剪到大腿根处，头上戴2只兔耳朵的女服务员正在为沿途的客人分发香槟。苏露无聊地看了四周一眼，一位身穿制服的荷官迎了上来。客人，请领取您的筹码。一共3枚筹码，金属质感，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正面分别写着数字1、5、10。苏露猜测应该是代表着某种分数。另一面画着个人像，身体背对着客人，看不清正脸。还有一张说明书，展开后，欢迎来到游戏室，在这里一切向前看，钱就是筹码。初级奖励48分，中级奖励80分，超级大奖120分。注：玩家之间不可发生斗殴、缴械、强行抢夺对方筹码的行为，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拿到筹码的一瞬间，迎面走来了3位热情的兔子女郎，声音妩媚无。先生，要不要跟人家玩一把呀？3个人从3个方向，明显来自不同的赌桌。我只有1个人，该去你们哪家？第一位女郎态度冰冷。帅哥跟我走，我们这儿胜率高。第2位女郎拨了拨粉色兔子耳朵，娇羞地看了苏露一眼。来人家这里，输赢1比3哦。第3位女郎弯下腰，一把抱住了苏露胳膊，蹭啊蹭。讨厌，跟奴家走，任你摆布。直播间弹幕不少人直接沸腾了。好难选，第1个御姐，第2个萝莉，第3个少妇喜啊。哎，我喜欢第2个，可可爱爱。我选第3个，有味道。喂，某些男人怎么还正儿八经的选了起来？你们忘记了吗？这里是规则怪谈，哪个都不能选。苏露果断选择了第3位，可以被随意摆布的女人。啊，真害羞，是男人就不能免俗，苏露大佬也不例外。原来苏露大佬喜欢这个调调。好失望，苏露大佬你清醒一点，不要被美色迷了眼啊！刚刚还热衷于选妃的众人，此刻又操碎了心，生怕苏露真的被兔女郎迷惑，陷了进去。很快，2人来到一个圆形的赌桌上，呈现真正的3缺1。正对面坐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婆婆，非常的老，脸上褶皱横生，手掌如树皮般枯瘦，不禁让人怀疑还能不能拿得动牌。老婆婆此刻正在抚摸怀里一只绿眼睛的猫，察觉到动静，猫咪居高临下的瞥了苏露一眼，随后继续悠哉悠哉地躺在老人怀里打瞌睡。而老人的旁边则坐着2位穿绿色衣服的船员，其中一人开口：规则很简单，双方各抽出1张牌，比大小。他掂了掂手中的1沓扑克。你可以和我们3人中的任何一个开始，和我比筹码最小是1。船员指了指对面的另一个年轻人，他的是5，婆婆是10分，就看你怎么选择了。苏露听明白了规则，根据游戏厅说明书上的提示，初级奖励48分，中级奖励80分，超级大奖120分。他现在手里有3枚筹码，1分、5分、10分，加起来一共16分。也就是说，想要获得初级奖励，最起码也要将手里的分数翻3倍才行。你可以直接选择和婆婆梭哈一把，把手里全部的筹码全部压上，碰碰运气；也可以把10分拆开，拆成1分或者5分，多来上几把。这么算下来的话，似乎就是一个单纯靠运气的游戏。此刻的其他几个国家也正在遭遇同样的事情。直播间观众们细心的发现，不管天选者跟哪个兔女郎一起走，最终到达的地方都是老婆婆这一桌。MD 套路还挺深，不管选哪一个都避不开。越来越觉得这一桌子有问题了。
否则怎么不把人带到其他地方？合着你搞这么一出，单纯是为了了解天选者的喜好？对，泡菜国，金秀珠作为本国最出色的女艺人之一，身材一流，唱跳俱佳，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患上了抑郁症，并且命不久矣。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决定自我了结的时候，她被意外传送进了规则怪谈。小姑娘，想好怎么玩了吗？金秀珠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我全部押上，一共3枚筹码，同时放在了桌面上。金秀珠从婆婆的手里随机抽取了一张扑克牌。撕泡菜国的直播间炸锅了。金秀珠，你糊涂呀！一次性全部押上，万一输了怎么办？都没有重来的机会。姐姐怎么了？这是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吗？靠！果然，关键时刻女人就是不可靠。在他们眼里，金秀珠的名气虽然很大，这也导致泡菜国民众对自家的偶像产生了更多期待。金秀珠如此行为，一把定胜负，不给自己留一个筹码，是对整个泡菜国民众的不负责任。尽管外界已经吵翻了天，民众把金秀珠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但他本人并不在意。反正抱了必死的决心，输了就输了。桌子对面，老婆婆也感到意外，询问：“你确认这就要押上所有的筹码？”我确认，反正都是死，我也不装了，摊牌了。金秀珠手里拿着扑克牌，没有翻面，对着屏幕大字拉拉道：“在此，我要状告泡菜国的高层，每日对我进行骚扰，要求我提供服务。一个人来还不够，好几个一起。他们分别是鞍山贝、李显仔、金浩荣。”随着金秀珠的开口，足足说了3分多钟，上百人的名单几乎把泡菜国能涉及到的人员全都点了一遍。他怕等会儿输了没机会开口。说完这些，金在珠掉过头，看着桌上的一摞扑克牌，视死如归道：“婆婆，可以了，开始吧。”老婆婆抚摸了一把怀里的猫，呵呵，小姑娘哪都好，就是太心急了。也罢，婆婆我就做个坏人吧。等慧儿输了后，可要乖乖接受惩罚哦。他说的信誓旦旦，仿佛已经看到了牌后面的真相，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就在此刻，金秀珠拿起了手中的牌查看，还背对着现场其他几人。直播间的人从正面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一张红桃6，这给在场的每一个泡菜国观众看得心脏狂跳，都觉得自己要完了。小，这张牌太小了，几乎没有赢的可能。老婆婆也从里面抽出一张牌，翻开，梅花5。老婆婆竟然输了，金秀珠颇感意外。两人又来了一把，这次金秀珠照例把所有的筹码，连同刚刚赢到的32分，全部压了上去。她又赢了。关键时刻，金秀珠的天赋口是心非自己发动了。口是心非 SS 级天赋，技能发动时和对方口头上的肯定否定呈现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刚刚因为婆婆 diss 了金秀珠一句，输了要接受惩罚。技能发动之后，金秀珠反而因此获得了胜利，64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在其他国家选手还没来得及下注的时候，金秀珠就已经获得了初级奖励，这让刚刚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泡菜国民众瞬间又支棱了起来。只要再赢一把，128分就能获得超级大奖。现场的金秀珠叹了口气，她大概也明白了自己能够赢的原因。金秀珠将筹码收起来，不打算再继续赌下去了。她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失望，意图结束生命的，对副本没有多少兴趣。可就在这时，金秀珠竟然收到了国家使用的提示机。金秀珠，继续赌下去，我们知道你有赢得超级大奖的能力。语气高高在上，带着命令的意味。不想让那些肮脏的照片曝光，我们劝你乖乖照做。金秀珠收到提示内容，来回看了好几次，上面竟然没有一句道歉的信息，连基本的安抚情绪都没有，最后甚至加了句威胁的话。他的心彻底冷了，抑郁的情绪去死吧！去死！去死！去死！忽然，他掉过头，看向桌面，脸上露出个诡异的笑容。婆婆，我们再来一把。这次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给所有泡菜国高层上一课。袋鼠国天选者劳伦斯作为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人，第一次接触这种游戏。在袋鼠国，赌博是合法的，可劳伦斯的家人却一直极力禁止他进入赌场，并时不时的普及赌博各种危害。劳伦斯表面上听进去了，心里却不屑一顾。那么多人都去玩，凭什么他不行？劳伦斯觉得父母管得太宽，还把他当没有自由的小孩子看待。这次他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证明一下自己。我婆婆摸了一把怀中的布，面色不悦。年轻人还没开始玩呢，不要过早的下结论。那可不一定，我的运气一向是朋友们里面最好的。龙国、怪谈局、邻国标咒陪朋友，苏露还有朋友。现在几个国家都在暗中寻找有关苏露的一切信息，尤其是白头鹰蹦跶的最欢。他对着几个手下吩咐：为了保险起见，你去把苏露的朋友们带到中枢大院，一起保护起来。这时，情报员及时上前阻止。我想不用，苏露的那几个朋友，应该是指平时和他一起冒险的人。
那就把一起冒险的人保护起来。一个爬珠峰的时候缺氧窒息死亡了，一个在南极洲妄图和企鹅一起潜水冻死了，剩下一个蹦极蹦到一半绳子脱落，变成了植物人，现在还在病房躺着呢。这话说完，现场一片安静。过了一会儿，众人想到了啥，出声：哈哈，和他们一比，苏露运气确实挺好的。能活到现在仍旧活蹦乱跳，不容易啊！保护个屁啊！能和苏露做朋友，很明显都是一类人，自己先把自己作死的那种。外坛世界，苏露选择和左边最低筹码为5分的船员比大小。第一局输了，第二局输了，第三局还是输了。苏露手上只剩下张1分的筹码，不出意外，再来一把的话，他可能会就此完全失败。看到这里，龙国直播间气氛骚动。怎么会这样？别的天选者都是有赢有输，怎么到了苏露这边纯纯的输呢？苏露大佬被针对了，一定是刚刚的兔子女郎。苏露大佬说要对人家为所欲为，惹怒了诡异。现在怎么办啊？连输3把，苏露抬起了头。不对，先不说他运气一向很好，逢赌必赢，单从概率学的角度上来说，也说不通。老婆婆笑呵呵道：怎么样，小伙子，服不服气？年轻人啊，要学会适当的低头，尊老爱幼。还剩1块儿筹码，要不要继续啊？苏露不说话，视线从3人的身上，最后落在了那只眼睛泛着绿光的布偶猫上。菜狗上！说明书上标写着家禁止私下斗殴，又没说不让宠物打架。伴随着苏露一声令下，空气中发出汪汪的狗叫声，一只将近2米多长的巨型黄狗凭空出现。在龙国有句世代相传的古语：猫狗打架，世代冤家。当菜狗出现的一刹那，老婆婆还没来得及阻止，她怀中的猫就已经像疯了般的跳出去。这只布偶猫和现实世界里常有的温顺宠物不太一样，也是个鬼。2只诡异很快扭打在了一起。布偶猫身材矮小，比较灵活，菜狗体积大。苏露看着看着，察觉到不对劲儿。当布偶猫一巴掌挥到菜狗鼻子上时，这货竟然没第一时间躲开。哥，菜狗是不是打不过？那不行，自己的宠物还都被只野猫欺负了。苏露非常不爽，决定加入这场混战。趁2只诡异打得热火朝天，苏露找机会抓住了布偶猫的后脖梗，将整只猫咪凌空提溜了起来。诡异的力量很大，挣扎起来有点费劲，但苏露力气更大，牢牢地控制住手中的小东西。苏露另一只手伸向兜里，不多时，一只数字为444号牌的金属项圈被他拿了出来，准备套在布偶猫的头上。直播间，谁知道这个项圈是哪来的？船员给的。之前有个被污染的天选者，脖子上也套了个项圈，443。啊，这数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加1，越来越烧脑了。游戏室内，苏露掏出项圈，就在他马上要套到布偶猫脖子上时，背后响起了老婆婆惊恐的叫声：快停下，我认输。苏露不理会，你要多少筹码都给你。在这之前，无论布偶猫被抓还是被菜狗暴打，老婆婆都没有出声，表现出担忧的状态。直到此时，她的声音越发惊恐，甚至开始颤抖。别糊弄我，游戏是不能强行转交筹码，你怎么给我？老婆婆停顿了一下，不甘心道：这我输给你。行。苏露再次坐回了位置，一手拎着猫咪，一手抽扑克牌。毫无例外，这次的她把胜利，很快就赢到了2000的分数。好了，这些筹码足够你兑换奖励了，把猫还给我。苏露把已经暴躁到不行的猫咪递给对方，询问这个项圈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叫你那么害怕？老婆婆不说话，让我猜猜，是人数？不对，个数，对不对？老婆婆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将布偶猫接过，重新放进怀里。小伙子，不要纠结这些没意义的事情，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奉劝你一句，拿到奖励，尽快离开吧。说着，一人一猫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游戏室，留下站在原地的苏露。卧槽，刚刚光顾着抓猫，兔女郎哪去了？不是说让我摆布吗？我还想带回去拆开，看看什么零件呢。直播间观众，得了，都散了吧。苏露大佬的想法和你们常人的永远不同。苏露大佬，我错怪你了，你是最纯洁的男孩子。楼上的，你滤镜有点重啊，相比于色眯眯一点，直接把人拆了才更可怕吧。苏露拿着筹码找到进门时的荷官，恭喜您获得超级大奖，领取奖品请跟我来。最终，苏露拿到手的是一把钥匙以及一张纸条。当风暴来临之时，请尽快带上柜子里的东西，或许逃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风暴来临，
这个应该就是柜子钥匙，可柜子在哪？苏露无语，这就跟有人平白给他开了张支票，结果不知道去哪家银行兑换一样的抓马，费劲。干，这个副本，我的母语变成了无语。苏露顺利拿到奖励，从游戏厅出来，正好赶上晚餐的时间，进餐厅里狂炫一顿，补充好体力。临走时又偷偷抓了几片面包塞进口袋里。吃完饭，苏露来到3楼，奇怪，从早上开始，那股窥视感一直都在，进了3楼反而都消失不见。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门口，打开，噜啦噜啦噜啦啦，我爱好香喷喷。不出所料，胖子那个家伙正趁着自己不在的时候偷偷洗澡。苏露盯着他，你没去游戏室？去了，我已经回来了。你不知道游戏室开放的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苏露看了眼墙上的钟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6点，确实该关闭了。他决定跟这位亲爱的室友坐下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觉得这艘游轮处处透露着诡异？室友坐到苏露身旁，偷偷摸摸的四处看了一眼，小声道：你也发现了，自打上了船，周围这些同学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苏露皱眉，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点的？今天上午去游戏室的时候。那你昨天呢？如果没记错的话，从昨天一上游轮开始，这些同学就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室友一脸无辜，不知道啊，我自己带了食物，昨天没出去，一整天待在房间里。似是不好意思，室友拨弄了一下身上的粉红睡衣，解释道：嘿嘿，你也知道我这点特殊的小癖好，同学们都不爱和我打交道。说着，他开始激动，一个大男人竟呜呜哭起来了。也只有你能接受我，赞美我，还说我性感。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苏露额头上渗出3根黑线，他有些后悔昨日的言行不当了，就不该夸奖这。还没问过，你是怎么上了这艘游轮的？毕业旅行啊，我是本市的高考状元，奖金刚好支付船票。直播间的龙国观众震惊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相貌平平的变态室友竟然是高考状元。妈妈，我出去了，看到了活生生的高考状元。呜，这么一想，室友好可怜啊，寒窗苦读17载，好不容易奋斗到毕业，一命呜呼，变成了诡异。不管直播间里怎么沸腾，房间内苏露和室友又聊了一会儿，知道了一些信息后，早早上床休息。明天是最后一天，他猜测有一场硬仗要打，得保存体力。半夜4点，苏露被一阵湿气惊醒，睁开眼睛，周围是灰蒙蒙的一片，大片大片的水雾涌入房间，皮肤变得黏黏腻腻，如同快要被泡发的海带。朦胧中响起了几声狗叫，菜狗从床底钻出来，嘴里含着个纸团。规则更新了，卧室灯泡的开关早已不能用。苏露借着海上的些许微光打开纸团。规则1，如有听到广播声，请立刻遵守，它会救你的命。规则2，当所有人开始念诵诗歌的时候，你必须加入他们一起，这样显得才更合群。规则3，逃，赶紧逃，穿上救生衣，尽快逃离这里。规则4，救生衣储存在地下1楼的柜子里，需要钥匙才可以打开。规则5，最后一条，6个点，没有丝毫价值。苏露拿着纸条思索起来。首先第一条肯定是错误的，之前从帽子同学那里知道，广播声明显是为了控制那些没有神智的学生，如果随便听信，估计后果会跟船上的其他人一模一样。第3条、第4条应该正确。从游戏室拿到钥匙之后，纸条上的提示就已经很明了了，逃跑才是最好的选择。此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变得越来越亮。苏露适时抓住洗手间的人，到处都是混乱一片。苏露听到了隔壁以及楼道里传来的男女尖叫声。这时，楼道里的广播响了，通过床头的扩音器传进每个人耳朵里。各位同学，先不要惊慌，前方游轮遇到海上风暴，船长正在及时指挥，请大家抓紧扶手，务必待在房间内，不要随便出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伤亡。相信很快便能度过此次危机。广播声不断的传递，摇晃得越来越近。苏露听到周围的惊呼声，毛线的站在原地不动。苏露才不听这种屁话，这么大的风暴，一直待在房间里，估计等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船已经停了。他迈开步伐就要走出房门，在经过隔壁床铺的时候，看到被子下埋着什么东西。苏露掀开，一件崭新的救生衣出现，救生衣口袋里放了张纸条。亲爱的室友，我好像已经逃不出去了，身体逐渐不受控制，愿你穿着这身衣服能平安活下去。将纸条重新塞进衣服里，苏露大步流星的向1楼甲板走去。直播间已经热泪盈眶。好感动，我的眼里进砖头了。我真的哭死，室友虽然喜欢穿女装，但他也真为苏露大佬着想。阿西吧，龙国的那位还算是好运。我要举报，规则怪诞不公平，
他们一定和龙国人有内幕交易。切，内幕交易比不上你们泡菜国把天选者直击逼的意义了。从房间里面出来，直面大海，周围的雾气更浓重，一群纯白色的海鸥。苏露从兜里掏出一块面包，撕碎，结果这些海鸥毫无兴趣，紧盯着苏露眼睛看。要不是菜狗在一旁龇牙咧嘴，估计现在已经啄上去了。苏露想了想，又掏出一盒餐厅里带出来的烤肉调料，撒在了面包上，浓香飘逸，一股极致诱人的香味飘着。苏露怀疑此时就是个鞋垫子，撒上这些烧烤料也能瞬间变成美味佳肴，引得不少人去争抢。苏露将面包碎片撒在地上，几乎就在一瞬间，原本围绕着苏露的海鸥们立刻从面包起，松了扳从面包扑去，而一直没有动静的甲板也发生了变化，最右侧靠近船舱的地方留下了几只鸡鸭快速闻着香味，很快加入了抢食面包的行列。苏露注意到这些鸡鸭每一只动物的脖子上都带着一个写了数字的金属项圈，标号为312313的两只鸡，399的鸭子。苏露自己也有一个444，比这些数字都要大。他的手摸向兜里装项圈的地方，空的。龙国外坛局几位最高领导人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最前面的屏幕里播放着苏露此时的场景。是在找项圈吧？项圈不见了。项圈上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难道是游轮上动物的数量？但之前日落帝国的天选者也被带上了项圈。其中一人提议，别管什么项圈不项圈了，苏露现在已经拿到了救生衣，从水里跳下去，就算副本完成了吧。而与这位分析员观点相同的不在少数，包括一些天选者。浪漫国的皮埃尔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他选择违反规则一，不去听从广播的声音。皮埃尔来到地下室，顺利的找到了一个保险柜。就在他转动钥匙的时候，几位身穿红色衣服的水手朝他奔了过来。皮埃尔加紧速度，取出柜子中的救生衣，并护在怀里。打开柜门到取救生衣的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可也就是这几秒钟，那些红衣水手靠得越来越近，其中一人腾空扑向他，钻心的疼痛感传来，留在原地坚持取到救生衣的代价就是先失去一条胳膊。皮埃尔不敢耽搁，也顾不上查看伤口，拼了命的朝着楼梯口跑去。人在危险情况下往往能激发出巨大的潜能，此刻皮埃尔的速度就是他有生之年跑得最快的那一次，堪比世界短跑冠军。一直跑到游轮边缘处，皮埃尔没有犹豫，穿上救生衣，扑通一下跳上。恭喜浪漫国天选者皮埃尔成功通关副本豪华游轮，通关评价2颗星，评分解析：存活3天1星，获得救生衣1星。30F 后，选中者将被传送回现实世界，请做好准备。30、29、28，皮埃尔泡在水里，直到此刻，他才有心情看一眼刚刚一直逃亡的人。只见无尽的海面上，一艘巨大的豪华游轮正在发生摇晃，已经有1/5的地方倾斜进水里，而船上没有一个学生试图逃出来，都在听广播的话，乖乖待在房间内。几位穿红色衣服的船员追到甲板边缘，在皮埃尔跳下去的地方看了好几眼，片刻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回到了地下1楼。皮埃尔看着几人的动作，他有预感，地下室之内还有很深的未解之谜，关乎于整个游轮的真相。可惜以他的实力没有办法解开，只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那里。这是他为自己挑选的通关副本的最优解。乌兰国游轮晃动得厉害，弗拉基米待在房间内，一只手死死地拉住浴室门把手。他的天赋一般，没有在游戏时拿到足够的筹码获得奖励，因此在面对去地下1楼打开柜门，还是留在房间内2个选项时，他似乎没得选，注定只能相信规则1，跟着广播里的要求，祈祷对方在关键时刻真的能救自己一命。可这时，他的国家突然给他发来一条提示，说苏露从房间里出来了。苏露就是那个唯一一次5星通关的龙国人，他看过对方的直播，除了有点变态，似乎还具备非常厉害的推理能力，口才也很棒。弗拉基米脸上闪过挣扎之色，他的国家没有强迫他怎么选择，只是把这条信息告诉了他，要他自己判断。片刻后，弗拉基米下定决心，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房间门。楼道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大家都在遵循广播的话，在房间内躲避。顿时，一股压力袭了上来，做一件与整个游轮上众人行为都相反的事情，显得他毫不合群。这要是选错了，会被所有人嘲笑吧。弗拉基米硬着头皮从3楼跑到了甲板上，好像真的选错了。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地下1楼的出现，也没有救生衣，让他可以跳进水里。此刻的直播间，傻子，
学什么不好？学习人家苏露。你没有钥匙，乖乖待在房间里就好。县城的规则都要违背，现在人都这么狂了吗？我告诉你，规则一才是正确的。苏露上次能通关，全靠的是天赋和运气，这把他注定要折在这里。布拉吉米，快点再上去呀！现在跑回3楼，还来了急。那天躲在房间里和坐在甲板上都一样的结果，没什么区别。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忽然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2艘小小的救生艇，弗拉基米拼命地朝那边挥手。恭喜乌兰国天选者弗拉基米成功通关副本豪华游轮，通关评价1颗星，评分解析存活3天一星。直播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沸腾，原来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只要人逃到甲板上也能有机会获救。不少还拥有提示机会的国家疯狂地给自家天选者发消息，可惜从3楼跑到1楼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等他们跑路的功夫，游轮已经沉了。这其中只有白头鹰的天选者大卫，作为一名长跑运动员，他的天赋是瞬移，一个副本只能使用1次的能力。大卫听从国家的安排，发动技能，从3楼房间内之间瞬移到了甲板上。恭喜白头鹰帝国天选者大卫米成功通关副本豪华游轮，通关评价1颗星，评分解析存活3天一星。龙国直播间在摸索了几遍找不到项圈后，苏露将救生衣套在身上，来到了地下1楼。几个身穿红色衣服的水手冲了过来，菜狗上！不用耽误多少时间，菜狗一条狗就把所有诡异咬死了。苏露继续向前走，面前出现了2个外国人。此刻的直播间，靠！被污染的选中者，之前不是随机流落在不同的世界吗？怎么现在全到了苏露大佬这里？针对红果果的针对，我要投诉规则怪谈，不公平，对我们家苏露极度不公平。也有人在冷嘲热讽。真有意思，规则怪谈也有开眼的一天。要我看，苏路上把完全就是靠运气过的关，这把想要继续难哟。傻子哦，有了救生衣不逃，还要继续往地下室钻。这样的发言立刻引起了网友注意。弹幕里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是行走的50万！快，点击举报，让相关人员顺着网线爬过去。现实世界里，村本弘一作为早年混入龙国的间谍，在离一片军事基地最近的村落里盖了个小土屋居住，每日以捡垃圾为生。他形象邋遢，中文也说得地道，混在村民里面活不起眼，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此时，他的门外出现了大批量的武装人员，平时蹲在军事基地里的人全都出来了。村本弘一被押走，这次他可以亲身试验，好好观察一下自己梦寐以求的军事基地了。只是得到的消息却再也发送不出去。苏露盯着面前的2个外国人，应该已经不算是人了。他们双目赤红不说，2只胳膊各自分化成5根长长的触手，在空中挥舞。苏露一个不察，被飞来的触手绊倒，围成几圈缠绕了起来。触手越缠越紧，大有直接把人勒死的准备。靠，给你脸了！面对这些黏腻腻的东西，苏露毫不客气抽出了菜刀，菜刀从他手心里飞了出去，刚好落在其中一名天选者的心脏上。漆黑的刀片泛出幽光，不断的通过心脏，在天选者身上吸取着什么。苏露身上一松，从束缚里挣脱出来。见此情况，另一名天选者照葫芦画瓢，也跟着挥舞着触手攻了过来。苏露的菜刀还插在死的那位天选者身上，来不及拿下来。直播间观众人心惶惶，看得紧张不得了。怎么办？菜刀没了，苏露大佬要正面对付诡异了。只有从怪谈世界带出来的东西，才能伤害到诡异，物理攻击没用。他来了，他带着触手向苏露赶来了。众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急得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汪，恍惚中听到了2声狗叫，菜狗凭空出现在苏露身边，嘴里叼着的正是那把菜刀。弹幕风向瞬变，吓死老子了！忘了菜狗有隐身功能。刚才光顾着担心苏露了，没注意看死者的情况。哎，楼上的，你们是不是忘记了？就算没有菜狗，苏露的天赋也有免疫怪物攻击的能力，顶多是黑屏而已。说得对哦，我担心个锤子。都是这把苏露表现得太正常了，还没有黑过屏。怪谈世界，苏露拿到菜刀，从容地解决掉2个天选者后，继续向前走。刚刚多花费了他一些时间，苏露有些不爽。越往里走，越能发现地下室的空间其实非常大，并不比上面那几层小。常年没有窗户的情况下，四周阴冷又潮湿，头顶点了几个灯泡，泛着微弱的红色光芒。苏露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场景，全是笼子。是的，周围放了密密麻麻的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动物，鸡或者鸭。动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金属项圈。苏露还看到了出现在游戏室里的猫咪，此刻也被关在笼子里。
脖子上挂着的正是444号项圈。暗色中走出一个人影，脸没看清的时候，肚子上的赘肉先随着人影走路，颤动了起来。苏露勾起唇角，脸上露出毫不意外的表情。果然是你，果然是你，我亲爱的室友。苏露这句话一出，直播间和怪谈局的工作人员同时炸锅了。那你室友那个死胖子，他不是在觉得自己存活无望的情况下，选择把救生衣送给苏露，帮助他离开了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帮忙，室友为什么不当面把救生衣送给苏露，而是留下字条，自己先走了呢？是为了怕苏露不接受。傻比，他已经死了，苏露接不接受救生衣，舍友都活不下去。这我靠，你说的有道理。龙国怪谈局，林国彪看了眼弹幕，这人说的有点道理，找到他，带过来加入。怪谈世界，舍友依旧一身粉色的睡衣，他脸上充满探究。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今天早上，金属牌找不到的那一刻。也是，咱们房间只有2个人，东西不见了，我的嫌疑很大。不止，还有那种莫名的窥视感。当我踏进房间后就消失了，想必是你在场的时候，不用偷摸着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解答完毕，舍友缓缓开口：你很聪明，说实话，我很喜欢你。从小到大，我的癖好暴露后，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嘲笑我，谩骂我。甚至在好不容易得到高考状元后，有人举报说我作风有问题，于是我的成绩就被取消了。可笑吧？不是考试作弊，也不是学习能力有问题，单单是喜欢穿女装这件事就否定了我的全部。苏露不置可否，胖子到底合不合群，有没有被周围人肯定？说实话，他不太关心。苏露和舍友的情况有点像，他天生喜欢追求刺激，做些别人理解不了的事情，因此他被称为异类。是异类，就要做好被排斥的准备。苏露做自己的事情，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有人背后看他不顺眼，苏露不管；当面不顺眼，苏露也不管。不过如果有人找茬的话，苏露就会友好的花钱带着那人和他一起玩耍，蹦个死级什么的，往往用不了几天，对方就变得服气了。所以这就是你祭祀这些动物的理由。苏露从一早就看出来了，金属项圈上面的数字应该代表着数量，而444则是终点，也就是说这场祭祀至少需要444个活物。这也是为什么在确认大黄狗不能被祭祀后，苏露的号牌会被拿走的原因。苏露提问：这里的动物加起来最多不到200个，剩下的哪去了？胖子眼珠子转动，韩晴默默地看了苏露一眼。这不关你的事，你是第一个认同我的人，也我最好的朋友。我把救生衣给你，就是希望你能成功活下去。现在这份初心依然不变，你走吧，现在走还来得及。胖子说的头头是道，像一个真心为朋友好的挚友。直播间里看了，又扑瞎几双眼睛。呜，他真的好好。对于刚刚的辱骂，我错怪你了，死胖子。虽然他坏，但他对苏露真心的。奇怪的 CP 增加了。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在胖子说完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后，苏露没动，他坚持地问：剩下的号牌哪去了？让我猜猜，剩下的祭祀品应该不需要号牌，毕竟这艘船上的学生人数是固定的，加起来刚好200多个，再配上这些动物，444够了。胖子脸上出现一抹狠厉。是又怎么样？他们看不起我，他们都该死。从小到大，我都是被排斥的那个。高中毕业被取消成绩，进入社会后，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在某天不小心被同事发现这种癖好后，立马遭到了辞退。你说我哪里对不起他们？此刻的胖子脸色涨红，看起来已经失去了部分理智。上学时，我有爱同学，对班上每个人都好，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他们吃东西，帮他们写作业。毕业后，每天帮同事带饭、擦桌子，晚上留下来加班。我擦！苏露越听越不对劲儿，老弟，你这不是对别人好，是因为自卑，平等的做了每个人舔狗啊！胖子还在自言自语。我友好的对待周围的人，就差把他们当爸爸供起来了。仅仅是因为喜欢女装，他们就不顾往日的情分，肆无忌惮地攻击我，最后逼得我不得不隐藏掉所有怪癖，来到无人认识的游轮上，做了一名掌舵手。你说他们该不该死？听起来他们是有点该死。你也觉得对吧？那就不要阻止我。他们该死，你杀了便是。这和你祭祀有什么关系？难道那些鸡仔、鸭仔也同时得罪了你，每天嘲笑看不起你？不，为了这些鸡鸭仔，我不能坐视不管，必须阻止你继续。我是个有爱心的人。胖子气个仰倒，他算是看出来了。说了半天，苏露就是不肯走。什么狗屁为了鸡仔，全都是留下来的贱。他苏露一个逮着人挖眼睛的变态，还能这么玩？胖子生气了，让你走你不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留下来，永远和这些人作伴吧。苏露抽出菜刀，或许还有第3种选择，我可以杀了你，
你以为你是谁？这里是我的天下，容不得你放肆。随着这句话说完，整个游轮摇晃得更加厉害，地面上的笼子都倒向了一边，发出木头碰撞后轰隆隆的声音。与此同时，从早上安排众人待在房间里不动后，一直没有动静的广播声再次响起。亲爱的乘客们，游轮行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船长正在操控尾舵，让我们一起念诵赞歌，祈祷这次的风暴能顺利度过吧。美丽少女啊，青春肆意飞扬，以我之名，愿内容有身。以广播站为首，引导还在游轮上的众人一起念出了赞歌，声音之大，身在地下室的苏露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赞歌不断的被念诵，苏露发现一束飞光凭空笼罩在了胖子身上，像是把所有生物的影子模拟出来。他的四肢变得鼓鼓囊囊的，身体上肌肉很明显，个子也一瞬间长高了。受死吧！这是你逼我的。谁逼你了？是你第一次出现在房间的时候，发现打不过我，才找机会上演了一出所谓的室友情，并且把救生衣留在床上，想要直接送我走，不要耽误你接下来的计划。刚刚说了那么多，都是你在拖延时间吧？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刻，通过祭祀获取力量。胖子脸色越发阴冷。恭喜你答对了，受死吧！说着，举着刚新鲜出炉的大拳头就攻了过来。不是单纯的物理攻击，苏露发现上面还带着一股黑色的，直播间陷入了黑屏。我靠，收了这么多，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白为胖子的兄弟情流泪了。我没哭，眼睛红肿，万一承认了，显得我好傻逼。家人们，别忘了，舍友就算过得再凄惨，那也是诡异呀。一个心狠手辣，能够献祭整条船性命的诡异。这样的人会被陌生人的几句话打动，怎么可能？说这话的和之前分析胖子送救生衣原因的是同一个人，网名叫今天不想做出来。与其哭哭唧唧为了胖子感慨，你们更应该担心一下苏露现在的安危情况。直播间这次黑屏的时间有点长，足足10分钟，久到观众们开始担惊受怕。林国彪下达指令，做好随时迎接怪谈的准备。终于屏幕重新变亮了，苏露站在原地，她的身上有好多黑色的血，属于以苏露的智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胖子是在拖延时间。之所以没有拆穿，也是为了等到这一刻。她想知道接受胖子祭祀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对方身上的力量表现得有些奇怪，和上个副本里诡异爸爸使用的好像不是同一种东西。不过碍于苏露的天赋，只要是诡异发动攻击，不管使用什么力量，照样伤害不了。你是个什么东西？胖子惊恐的大叫。撒旦赐福，竟然都动不了你！地上的生灵献祭，由此获得撒旦的祝福。胖子能够拥有可靠的动用神力的事情，从头到尾10分钟的时间，他刚刚一共杀了苏露几次，最后一次更是把人从头到尾切割成碎片，吞进肚子。可下一秒，苏露还是原地复活了过来，丝毫不受影响。撒旦好像是西方世界里一个邪恶之神的代名词，动不了，说明撒旦没什么本事呗。苏露轻描淡写的说道。闭嘴，不许你亵渎神灵！撒旦说过，只要我献祭够444个连人带动物的灵魂，就能够改变现在的世界。从此以后，生活在一个没有歧视和鄙夷的世界。苏露继续火上浇油，但事实是，撒旦连我都杀不死，更不可能帮你了。他对胖子嘴里说的改变世界表示怀疑。从潘多拉魔盒释放的那一瞬间，人性中遇到不同，开始排除异己的劣根性，就永远存在了。区几百条灵魂，谈何改变？我猜测他最多动用所谓的神力，给你创造一个人人和谐的虚假世界，让你沉迷在里面，永远走不出来。真是可惜。既然选择和魔鬼做交易，也难怪对方不遵守约定。扪心自问，如果是你，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会选择为了一只蚂蚁，继续耗费心力，完成答应对方的事吗？不，你不会，你只会伸出脚丫子，猜死蚂蚁。闭嘴，你闭嘴，不许侮辱神子！胖子听得表情激动，声音越来越大，但很显然，他对撒旦的信仰开始动摇了，否则也不会情绪失控。人们常说，当你心虚的时候，才会显得愤怒。胖子身上的黑影，肉眼可见变得虚弱。当信仰崩塌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开始如同瓷器摔碎一般，变成一片一片的碎裂开来。同时，苏露听到一声男人的咒骂，该死！来自虚空很遥远的地方，又像是有人趴在耳朵跟后面说的，捉摸不透。什么玩意？难道是来自撒旦的咒吗？苏露摇了摇头，确认那声音只有一句后，不再纠结。胖子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项圈，苏露捡起来，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个项圈上面的金属牌没有数字，有的只是一个男人的头像。男人头发微卷，嘴角露出若有若无的笑容，看其容貌，
应当是个西方人。苏露把项圈装进口袋里，又随后周围的笼子打碎。布偶猫第一个逃了出来，绿眼睛泛着幽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男人，十分有灵性。苏露抱起布偶猫朝外头跑去，来到甲板上。此刻的游轮差一点就完全沉浸在海里，而房间里面的学生听信了广播的话，乖乖待在房间里，唱起赞歌，至死都没有逃出来。苏露叹了口气，也好，祭祀被打断，这群人的灵魂终归获得了自由，不用再被困在船上。苏露将地下室柜子里取出的另一件救生衣穿到布偶猫身上，抱着它。恭喜龙国天选者苏露成功通关副本豪华游轮，通关评价5颗星，评分解析：存活3天1星，获得救生衣1星，破除撒旦的祭子3星。泡菜国金秀珠来到地下一楼，身穿粉红色睡衣的胖子，我能看出来，你和我一样深受苦难。献祭吧，亲爱的孩子，一起向撒旦祈祷，属于我们的世界马上就能到来。金秀珠一脸麻木，不，没有人能够解救我，我已经绝望了。胖子愣了下。那你走吧，救生衣就在旁边的柜子里。撒旦不需要如此没有活力的灵魂。SS 级天赋，自规则怪谈降临至今，从没出现过。泡菜国网友以及政府听见这句话都兴奋了。我泡菜国要崛起了，快给金秀珠发提示，让他这把务必拿到5星评价，否则就曝光他的私密照片。金秀珠在收到提示后凄然一笑，她现在已经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威胁也好，奉承也罢，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意义不大。金秀珠当着全世界观众的面果断把脖子。泡菜国选中者金秀珠被诡异吞噬，怪谈世界即将降临。时间倒数10、9、8、7、6，一瞬间举世哗然，连苏露5星过关的消息出来，注意力都被分散了许多。泡菜国全体上下都疯了。比一个选中者挑战失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本来可以，而且还是自怪谈降临后唯一一个可能追赶上苏露获得5星评价的天选者。怎么会这样？大巴西他怎么敢？金秀珠去死！你辜负了我们的希望。求求你了，能不能活过来？假的，这一定是假死。苏露回到现实世界，她正坐在一张沙发上看电视。这里是怪谈局为她准备的私人别墅，隐秘性极好。下面颁发通关奖励，恭喜龙国天选者苏露5星通关，龙国人寿命整体增加10%，本次免疫诡异侵扰，获得个人奖励撒旦牌项圈。绿瞳鬼猫苏露的手中出现一根项圈，地上除了大黄狗，又多了一只白色的布偶猫。物品介绍：撒旦牌项圈拥有吸取神力，并且短暂储存，必要时释放为自己所用的功能。注：由于你破坏了祭祀典礼，同时获得了撒旦的憎恨加2绿瞳鬼猫，诞生于诡异世界的喵星生物拥有窥视、铸造幻境。苏露舒服地躺在沙发上，撸了2把布偶猫。有猫有狗的日子，发誓的很啊！只是很快，地上的猫狗互相看不顺眼，扭打在一起，空气中全是猫猫飞舞。苏露不得不上去拉架。恭喜浪漫国天选者皮埃尔2星通关，浪漫国的人口出生率整体增加2%，本次免疫诡异侵扰。一时间，浪漫国各地忽然多出不少孕妇，政府忙得不可开交。正在饭桌前和父母欢聚一堂的皮埃尔手中多出件橙色衣服，幸亏规则怪谈受到的伤害不带到现实世界，否则他现在就是个独臂侠了。染血的救生衣，必要时刻可以抵挡诡异的布偶攻击。皮埃尔大喜，他的天赋是真情演绎，遇到脾气好的诡异，还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真诚的表演把人忽悠过去。遇到脾气不好的，比如地下室里那几只穿红衣服的诡异船员，一上来二话不说先开干，这时就只能纯靠肉体硬抗。他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物理上的防御了。染血救生衣是一件非常有用的物品。恭喜白头鹰帝国天选者大卫1星通关，本次免疫诡异侵扰。恭喜乌兰国天选扶者拉基米1星通关，本次免疫诡异侵扰。此刻龙国境内，自傲苏露大佬又是5星通关，龙国无敌，苏露无敌。本来有5个国家通关的，可惜泡菜国太不做人，选中者抹脖子了。而被人讨论的中心苏露则是没有管这些议论声，踱步来到卧室，看着床上1米多高的席梦思床垫，打算上去补个觉。砰！就在这时，别墅周围出现几声枪响，加了消音器，声音并不明显，但以苏露现在的耳力，听得清清楚楚。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头顶凌空飞了下来，一只手抓住苏露的肩膀，另一只手持枪顶住了苏露的太阳穴。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在短短2秒内完成，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闻风赶来的林国彪等人看着苏露，心提到嗓子眼。林国彪最先冷静下来，住手！你的诉求是什么？刺客金色头发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喝菜刀菜狗留下，你们出去。林国彪听懂了，再加上这人的外貌，判断出应该是白头鹰那边派来的杀手，专门为了诡异物品而来。
好，你先放下武器，我们现在就出去。苏露虽然拥有逆天的 SSS 级天赋，可以血肉重生，但那是在规则怪谈内了。回到现实世界，依旧是一副肉体凡胎，不经造。这点林国标心知肚明。显然，其他熟知怪谈规则的国家也研究出来了，因此选择线下动手。该死！要是让他知道哪个家伙出卖了苏露的位置，非扒了他的皮。不对，应该株连九族。林国标又气又急，带着众人双手抱头退了出去。只希望杀手的目的真的只是诡异物品。瞬间，卧室内只剩下2个人。金发男人哈哈大笑：“龙国人真幼稚，我这么说只是想知道诡异物品的位置，而你，苏露绝不能活。”金发男人知道自己干完这一票，绝不可能有机会走出这个地方。为了平息龙国的怒火，国家也会把他交出去顶嘴。他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苏露表现得很淡定，面上甚至出现了一丝微笑。你看起来很勇啊，哥们。太淡定了，完全不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表现。金发男人心里涌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他不再废话，快速扣动手中的武器。枪声响起，金发男人光洁的额头上出现2个血洞，其中一个是埋伏在外面的龙国狙击手打的，另外一个再次进来的林国标等人都惊呆了。怎么回事？他自己杀了自己？刺客脑子瓦特了。苏露撸了2把怀中的布偶猫，猫眼睛泛出幽幽闭露的光芒。还是不说为什么了吧，免得再被人透露出去。林国标脸上出现一抹骚意。你说的对，怪谈局现在确实不安全，这次的事是我的疏忽，之后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但现在请跟我换个地方住吧。苏露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关于怪谈局全部人员新一轮的洗牌计划已经开始。3天后，各国响起了机械播报声。本次随机抽选参与挑战的国家有龙国、樱花国、浪漫国、白头鹰帝国、日落国、奥帝国、冰岛国，共70个国家。苏露睁开眼睛，在原野的废地上用铁杆树立着一块写了字的白色。